你真的决定走了？傅韵站在窗前，月光勾勒出隆起的腹部轮廓。只是1个月，韵儿，我保证回来陪你生产。谢岩低头收拾行李，避开妻子的目光。谢岩，你明知道我随时可能临产。他沉默片刻，最终叹息道：爸妈已经计划好了，票也订好了，我不能不笑。听到笑字，傅韵直接摸着肚子笑出了声。可以，去吧，别后悔就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傅韵站在镜子前，小心翼翼地拉上丝绸睡裙的拉链。7个月的孕肚让这个动作变得格外困难，但她仍坚持要亲自完成。睡裙是玫瑰色的，是她和谢岩热恋时他亲手为她挑选的。其实如果忽略那隆起的腹部，她的身材依然如初遇时那般优美。韵儿，我回来了。谢岩的声音从玄关传来，伴随着公文包放在桌上的闷响。傅韵深吸一口气，喷了一点淡淡的香水在颈后。这香水已经许久未用了。自从怀孕后，她几乎放弃了所有可能影响胎儿的事物。但今晚不同，今晚是他们婚后第1000天的纪念日。我在卧室，她轻声回答，声音中带着几分期待和羞涩。谢岩推开卧室门，脸上的疲惫在看到妻子的一瞬间僵住了。傅韵倚在床头，7个月的孕肚掩盖在薄纱下，却依然明显。她的肩膀露在外面，常年不见阳光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。这是……谢岩的声音有些干涩。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，记得吗？傅韵微笑着问道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谢岩的表情明显地松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又被疲惫取代。对，纪念日，抱歉，最近工作太忙了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犹豫地抚上傅韵的手臂。傅韵像是受到鼓励，轻轻倾身向前，唇瓣轻触丈夫的脸颊。谢岩试图回应，手臂环绕着妻子，但当手触碰到那隆起的腹部时，一种奇怪的抵触感让他不自觉地缩回了手。怎么了？傅韵敏感地察觉到丈夫的退缩。没什么，只是我很累。谢岩避开妻子的目光。今天开了一整天的会。傅韵不依不饶地靠近，再次尝试点燃丈夫的欲望，轻轻划过谢岩的胸膛。然而每当她的孕肚不经意间碰触到谢岩，都能明显感觉到他那一瞬间的僵硬和退缩。最终在几次尴尬的肢体接触后，谢岩轻轻推开了她。韵儿，你现在需要休息，医生说过的。我去洗个澡，你先睡吧。傅韵坐在床上，看着丈夫匆忙离去的背影，心如刀割。浴室里水声哗哗作响，谢岩靠在冰冷的瓷砖上，任凭冷水冲刷着身体。他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厌恶感萦绕在心头，不是对妻子，而是对那个隆起的肚子。当谢岩终于从浴室出来时，傅韵已经换回了宽松的睡衣，背对着门侧卧在床上。她小心翼翼地爬上床，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。早点睡吧，你需要休息。谢岩轻声说道，然后关掉了台灯。黑暗中，傅韵无声地流泪，泪水浸湿了枕头。曾几何时，谢岩会兴奋地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，感受着他们爱情的结晶。而现在，那隆起的腹部却成了他们之间无形的屏障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入卧室，傅韵睁开眼睛，身旁的位置早已空了。她习惯性地抚摸着肚子，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存在。浴室里的镜子忠实地映照出她的全身，腹部的皮肤绷得紧紧的，
甚至可以看到几条淡淡的妊娠纹。傅韵站在镜前，凝视着自己的身体。我变了那么多吗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怀孕初期，谢妍还会体贴地按摩她的后背，为她煮姜汤缓解孕吐。第4个月时，他们一起去听胎心，谢妍激动得几乎落泪。第5个月，谢妍开始频繁加班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到了第6个月，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，亲密接触几乎为零。是因为我不再吸引你了吗？还是因为你害怕成为父亲？镜中的自己模糊了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，他肩膀开始抖动，呜咽声在浴室里回荡。孕期的荷尔蒙让他的情绪比平时更加敏感，但这并不仅仅是荷尔蒙的问题。忽然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打断了他的崩溃。傅韵匆忙擦干眼泪，深呼吸几次平复情绪，然后套上宽松的家居服，走向门口。谁啊？他透过猫眼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门一打开，谢父谢母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谢母手里拿着一个食盒，脸上带着标志性的笑容。不等傅韵邀请，两人便自顾自地踏入玄关。妈、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傅韵强撑着微笑，声音中残留着哭泣后的鼻音。谢母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，眼神在傅韵的脸上扫了一圈，但却没有点破。带些吃的过来，正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傅韵接过食盒，引导公婆进入客厅。谢府在沙发上坐下，满脸兴奋。我们计划了一次东南亚之旅，整整1个月。小妍一直说想去泰国和新加坡。1个月？傅韵惊讶地重复。但我预产期就在1个月内。谢母不以为然地摆摆手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我当年生小谢的时候，农忙都没耽误。你别太娇气了。再说了，投胎都会晚几天的。但医生说过，医生，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听医生的。谢母打断他的话，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医生，不也都好好的？小谢爸，你去叫小谢，就说我们等他一起吃早饭。谢府点点头，起身走向主卧室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我儿子呢？他早就出门了，说有重要会议。傅韵轻声回答，避开了公婆的目光。哎，这孩子工作太拼命了。谢母摇摇头，语气中却满是自豪。不过也好，年轻人就应该事业为重，等孩子出生了，他就更要努力赚钱了。傅韵沉默地听着婆婆的话，心中的痛楚更甚。在谢母眼中，谢妍的事业永远比家庭重要，而她只是一个生育工具。妈，这次旅行，你们真的打算带谢妍一起去吗？傅韵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当然了，谢母理所当然地回答。她工作那么辛苦，需要放松一下，你就在家好好养胎，等我们回来，说不定正好赶上你生产。傅韵感到一阵窒息，她想要反驳，想要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恐惧，但在公婆理所当然的态度面前，她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。谢母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她的。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接刺入傅韵的心脏。她突然明白，在谢家的天平上，她永远都是被照顾的对象，而非家庭的一份子。2天后的清晨，傅韵从浅眠中醒来，发现谢妍站在衣柜前收拾行李。她的动作很轻，显然是不想吵醒她。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谢妍的轮廓上描绘出一道金边，让她恍惚间想起了他们出狱时的模样。你真的决定去了？傅韵的声音在沉默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谢岩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但没有回头。爸妈都准备好了，机票也订好了，可是我随时可能生产。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1个月？谢岩这才转过身，看着傅韵，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坐起来。韵儿，你什么？你知道我有多需要你在身边吗？你知道一个孕妇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娩有多恐惧吗？谢岩走到床边坐下，试图握住傅韵的手，却被她躲开。妈说她生我的时候也没人陪，农村妇女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也必须经历你妈经历过的一切。傅韵冷笑，这就是你的理由？因为你妈30年前在农村生你时是一个人，所以我现在在城市里生你的孩子也必须一个人。谢岩有些局促不安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什么？谢岩沉默了一会，叹了口气。韵儿，我确实需要缓解压力，最近工作太累了。傅韵震惊地看着丈夫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需要休息，那我呢？我怀着你的孩子9个月，忍受着各种不适，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变形，而你需要休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傅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从我怀孕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开始疏远我。你以为我没发现吗？你看到我的肚子就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。现在好了，你终于找到理由逃离了。这时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争执。谢母推门而入，脸上的笑容在看到这一幕后瞬间凝固。怎么了？这时，傅韵擦干眼泪，没有回答。谢岩尴尬地站起身，没什么，妈，我们在讨论这次旅行的事。谢母意味深长地看了傅韵一眼，阴阳怪气道：韵儿，别任性了，小谢工作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有机会放松一下。再说了，你怀孕又不是生病，孕妇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别太娇气。娇气？我只是希望我丈夫能在我分娩的时候陪在我身边，这也算娇气吗？谢母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当年生小谢的时候，他爸还在外地出差呢，我一个人照样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傅韵看了看谢母，又看了看谢岩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早就决定好了，是吗？这根本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，你们早就计划好要在我临产的时候离开。谢岩和谢母的表情证实了他的猜测。傅韵感到一阵心寒。好，很好，你们去吧，反正我一个人也能把孩子生下来。但谢岩，记住，有些选择一旦做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谢岩似乎被妻子的话震慑到了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谢母抢先一步拉住了他的手。走吧，别理他，孕妇情绪都不稳定，等你们回来，她就好了。谢母拽着儿子走出卧室，留下傅韵一人在床上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谢岩变得更加沉默。他继续着收拾行李的工作，但每次与傅韵四目相对，他都会迅速移开视线。出发的那天，谢岩犹豫了很久，最终在门口轻声对傅韵说：我会经常联系你的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。傅韵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丈夫和公婆提着行李走向电梯。祝你们玩得开心，别后悔。孕检室外的走廊上，傅韵独自坐着，周围都是成双成对的准父母。她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检查单，上面清晰地写着足月妊娠，预计1周内分娩。医生的话还回荡在她耳边，孕妇在这个阶段不宜独自行动，最好有家属陪同。傅韵女士，护士叫着她的名字，医生让你进去一下。
傅运整理了一下情绪，走进诊室。主治医生李医生是一位和蔼的中年女性，看到傅运独自进来，微微皱眉。今天还是一个人来的？李医生温和地问道。傅运点点头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丈夫出差了，没办法。李医生叹了口气。傅女士，你的预产期就在这周，随时可能生产。这个阶段你不应该一个人行动，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，我会注意的。医生，我家附近就有医院，我已经把急救电话存好了。李医生看着面前这个强作坚强的年轻孕妇，眼中闪过一丝怜悯。她见过太多类似的情况，丈夫因各种原因缺席妻子最需要支持的时刻。好吧，那我给你开些备用药物，以防万一。李医生一边写处方一边说，还有，你有亲友可以联系吗？这几天最好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傅运接过处方，苦笑着摇摇头。我在这座城市没有亲人，朋友也不多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走出医院，傅运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。车内，他打开手机，翻看与谢妍的聊天记录。自从他离开后，每天只有早晚各一条简短的问候，没有关心，没有思念，只有冷冰冰的文字。你今天孕检怎么样？最新的一条消息是昨天晚上谢妍发来的。傅运咬了咬嘴唇，犹豫了一会，还是如实回复。医生说随时可能生产，让我不要一个人待着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发送出去后，傅运盯着屏幕，希望能看到正在输入的提示，但1分钟过去了，2分钟过去了，手机屏幕依然暗沉沉的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，傅运付完车费，缓慢地走向自己的单元楼。孕晚期的身体笨重而不适，每走一步都需要极大的努力。回到家中，傅运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四周。这个原本温馨的家，现在显得空荡而冷清。婴儿房已经布置好了，小床、尿布、奶瓶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只等小生命的到来。这些都是她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有丈夫的参与，没有公婆的帮助。她打开社交媒体，看到谢妍刚刚上传的照片，她和父母站在热带海滩上，笑容灿烂，背景是碧海蓝天。照片配文是：人生难得放松，享受与父母的美好时光。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他即将临产的妻子。傅运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片刻，他想写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关闭了应用。夜幕降临，傅运独自吃了简单的晚餐，然后开始整理待产包。突然，手机亮了起来，一条陌生的信息映入眼帘：运儿，好久不见，我刚调回 S 市，听说你在这边，有空叙旧吗？傅运愣住了，这个号码他没有存，但这个称呼却极为熟悉。林子，他小声念出这个名字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林子，他的初恋，那个曾经承诺要永远保护他的男孩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去了南方发展，他们也就此分手，再无联系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他竟然回来了，还主动联系了他。傅运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回复了一条简短的信息：我在 S 市，不过我已经结婚了，现在还怀孕了。几乎是瞬间，回复就来了：恭喜你，我只是听同学说你在这边，想着老同学见个面而已。你丈夫一定很幸福，有你这样的妻子。这句简单的祝福却让傅运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。幸福，她苦笑着摇摇头。如果谢妍真的珍视她，怎么会在她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？谢谢你的祝福，她最终回复道，没有透露更多。放下手机，
傅运望向窗外的夜空，星光点点，却无法照亮他内心的黑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傅运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孕晚期的浮肿和疲惫让他几乎无法正常行动，但他仍坚持自己照料一切。谢岩的消息越来越少，最后几乎变成了例行公事般的问候，而他也不再奢望得到更多的关心。那天晚上，傅运辗转难眠，腹部不时传来阵痛，但都不规律。他判断应该是甲宫缩。凌晨3点，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却被一阵湿润的感觉惊醒。羊水破了，来了！傅运颤抖着坐起身，恐惧和兴奋同时涌上心头。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拿起手机拨打了救护车，然后又给谢岩发了条信息：羊水破了，我要去医院了。救护车的响声很快在小区内回荡。傅运拖着沉重的身体下楼，感觉到阵痛越来越强烈。上了救护车，他紧紧抓住扶手，疼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第一胎？医护人员问道。傅运点点头，咬紧牙关忍着痛。家属呢？没有，我丈夫出差了。即使在这种时刻，傅运仍然为谢岩找着借口。到达医院，傅运被迅速推入产房，医生检查后确认她已经开始宫口扩张，还需要几个小时。你先忍着，家属在外面等吗？没有家属，傅运轻声回答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。医生和护士交换了一个同情的眼神，继续忙碌起来。阵痛越来越强烈，傅运紧紧抓住床单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。在痛楚的间隙，他想起了谢岩，想起了他们曾经的甜蜜。可如今，这些都成了泡影。几个小时后，痛楚已经让傅运几近崩溃，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开始模糊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拿起手机，滑动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：林子。我在中心医院生产，很疼，我好怕。他发出这条信息后，便再也支撑不住，陷入了半昏迷状态。产房外，护士长皱着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怎么会没有家属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请问傅运在哪个产房？一个急促的男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护士长抬头，看到一个年轻男子站在面前，神情焦急。请问您是？护士长警惕地问道。我是他的朋友。林子犹豫了一下，他给我发信息说他在这里生产。护士长审视着眼前的男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支持都是宝贵的。他的情况不太好，羊水早破，宫口扩张缓慢，现在医生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剖腹产。我们需要家属签字。我不是他的家属。林子的声音中充满了歉意和焦虑。她丈夫呢？据她说，丈夫出差了。护士长叹了口气。你能联系到他吗？林子摇摇头。我不认识她丈夫，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刚刚调回这座城市。就在这时，产房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位医生急匆匆地走出来。病人情况恶化，需要立即剖腹产，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窘迫，我们需要家属签字。林子和护士长面面相觑，医生的目光最终落在林子身上。您是她丈夫？林子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，但医生已经将同意书递到他面前。没时间了，母子可能有危险，请立即签字。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林子没有犹豫，接过笔，在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跟我来，要准备手术了。医生转身就走，林子下意识地跟上。等等！医生突然停下脚步，皱眉看着林子。您需要支付手术费用。林子立刻掏出钱包。多少钱？我现在就付。2万元。
医生的语气中带着怀疑，似乎认为林子在为支付费用而犹豫。给林子二话不说，直接递上信用卡，请一定要救他们母子。医生接过卡，略显惊讶地看了林子一眼：“您真是好丈夫。”林子没有纠正医生的误会，只是焦急地等待着。不久后，医院工作人员带他去换无菌服，准备进入手术室陪产。在刺眼的白光下，林子看到傅运躺在手术台上，面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眼睛紧闭。他的心揪了起来，想起了他们大学时的点点滴滴，想起了那个曾经灿烂微笑的女孩。您可以握着她的手，给她一些安慰。护士轻声提醒道。林子小心翼翼地握住傅运的手，感受到他无意识的回握。运儿，我来了，你不要怕。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。手术开始了，医生熟练地操作着，但紧锁的眉头暴露出情况并不简单。大出血，快，准备输血！一声紧急呼喊打破了手术室的秩序。病人子宫破裂。另一个声音喊道。林子感到一阵眩晕，他不懂医学术语，但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。傅运的手越来越冷，而他除了紧握他的手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必须切除子宫，否则病人有生命危险。的声音坚定而紧急，需要家属再次签字。主刀医生再一次将一张新的同意书被递到林子面前，他的手微微颤抖。切除子宫意味着什么？她很清楚，这意味着傅运将永远失去再次怀孕的能力。您是她丈夫，必须由您决定。护士催促道。林子咬了咬嘴唇：“我不是她丈夫，我是她的朋友。但是如果必须有人做决定，那就救她，保住她的命。”医生和护士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。但现在没有时间追究这个问题。好，您签字吧。林子签完字，被请出手术室。他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，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。终于，手术室的灯熄灭了，医生走出来，脸上带着疲惫但释然的表情。母子平安，但我们不得不切除了子宫。孩子因为缺氧，需要进保温箱观察几天。医生脱下口罩。您真的不是她丈夫？林子摇摇头。我是她的朋友，她丈夫出差了。医生的脸色变得严肃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您的行为可以理解。不过，病人醒来后，我们需要她本人确认手术同意书的有效性。另外，她丈夫最好尽快到场。林子点点头。内心却五味杂陈。医生带着林子去看了一眼刚出生的婴儿，一个小女孩。虽然因为缺氧皮肤有些发青，但医生说愈后应该不错。看着保温箱中脆弱的小生命，林子感到一种奇特的责任感涌上心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子几乎没有离开医院，她在妇孕的病房外守候，照料新生儿的一切所需，甚至学会了换尿布和冲奶粉。护士们都误以为他是孩子的父亲，他也不再解释。第3天下午，傅运终于从麻醉中完全清醒。当他看到坐在床边的林子时，眼中闪过惊讶、困惑，然后是泪水。你真的来了？他的声音虚弱但清晰。林子轻轻握住他的手。我来了。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，我正好下班，就立刻赶来了。谢谢你。傅运的泪水无声地滑落。我的孩子是个女孩，很健康，很漂亮。林子柔声道。就像你一样。傅运试图微笑，但随即想起了什么，脸色变得苍白。医生告诉我，我的子宫。林子沉默了一会，然后点点头。是的，为了救你的命，不得不切除了子宫。我签了字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傅运闭上眼睛，
泪水从眼角滑落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命。你联系谢岩了吗？谢岩，林子疑惑地重复。你丈夫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。傅韵苦笑了一下，他带着父母去东南亚旅游了。在我临产的时候，林子震惊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傅韵虚弱地抬起手，擦了擦眼泪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林子坚定地说。至少现在不是。傅韵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轻声问道：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？当然。林子起身，我去问问医生，看他是否可以从保温箱里抱出来一会儿。就在林子准备离开病房时，傅韵又叫住了他。林子，你替我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林子愣住了，这不合适，这是你和你丈夫的事。傅韵摇摇头，我想让救了我们母女的人给他取名字，就当是感谢。林子深吸一口气，思考了一会儿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就叫念吧。念，念念不忘的念，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傅韵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轻轻点头，念，很好听，谢谢你，林子。时间如流水，转眼已是1个月后，谢岩一家结束了愉快的东南亚之旅，返回国内。在飞机上，谢母还在兴致勃勃地规划着下一次旅行。下次我们去欧洲怎么样？等小韵坐完月子，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去。谢岩心不在焉地应着，内心却充满了不安。这1个月来，他与傅韵的联系极为有限，最初几天还有简短的对话，后来就只剩他单方面的问候，再后来甚至连已读提示都没有了。谢父突然问道：你说小韵会不会生了？都这么久了，按理说该生了吧？谢岩一惊，急忙拿出手机查看，距离傅韵预产期已经过去了2周。他拨打傅韵的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。应该是在坐月子吧，可能手机不方便接。别担心，咱们很快就到家了。谢母漫不经心地说。飞机降落后，谢岩一家匆匆打车回家。一路上，谢岩试图打起精神，想着该如何向妻子道歉，该买些什么礼物补偿他。大不了等他坐完月子，我再带他去一次泰国。谢母笑着说，听说泰国的 SPA 很好，对产后恢复有益。谢岩勉强笑了笑，没有回应。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，谢一家提着行李和礼物走向电梯。谢岩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不知为何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当他们站在家门口时，谢岩深吸一口气，拿出钥匙，轻轻旋转锁芯，门开了。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傻眼。整个屋子空荡荡的，客厅的家具还在，但所有能体现傅韵存在的物品都消失了。墙上原本挂着的结婚照不见了，鞋柜里他的鞋子也不见了，厨房里他常用的杯子和调料都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谢母环顾四周，声音中充满了震惊和不解。谢岩像触电一般冲向卧室，推开门，看到床铺整齐，但傅韵的梳妆台却空空如也。抽屉敞开着，里面空无一物。他又冲向婴儿房，看到精心准备的婴儿床和玩具都在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婴儿曾在这里生活过。全完了，谢岩喃喃自语，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。谢父谢母也跟了进来，看到儿子崩溃的样子，不知所措。小谢，冷静点，也许小韵带孩子去他父母家了。谢父试图安慰道。谢岩摇摇头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打了社区医院的电话。经过一番询问，
他得知傅运确实在1个月前生产，但因大出血紧急转入了中心医院。中心医院为什么会去那里？谢岩惊慌失措，立刻拨打中心医院的电话，询问傅运的情况。电话那头的护士查询了一番，告诉他，傅运女士已经出院2周了，她生了个女儿，因为宫内大出血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。子宫切除，谢岩的声音颤抖。她现在在哪里？这我不清楚。她出院时是一位男士来接的，不是家属。您是她丈夫吧？当时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您。谢岩无言以对，木然地挂断电话。怎么了？谢母急切地问。孕儿生产时大出血，切除了子宫。谢岩的声音哽咽，而我不在他身边。谢母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被谢府制止了。房间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，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残酷的事实。突然，门铃响了，谢岩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冲向门口，希望是傅运回来了。然而，站在门外的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女性。请问您是？谢岩疑惑地问道。我是隔壁的王阿姨。女人神情复杂地看着谢岩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谢岩急忙将她请进屋内。您知道我妻子去哪里了吗？王阿姨坐在沙发上，叹了口气。傅运那孩子遭了大罪。生产那天晚上，她一个人在家，羊水破了，幸好她及时叫了救护车。谢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但他强迫自己继续听下去。在医院，他大出血，差点没命。王阿姨继续道，幸好有个年轻人及时赶到，签了手术同意书，还垫付了医疗费。后来我去医院看他，他告诉我，那是他的大学同学，恰好在 S 工作。大学同学，谢岩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是啊，姓林的小伙子，人挺好。王阿姨点点头，在医院照顾他和孩子10多天，然后又帮他找了新住处。傅运说，他不想再回这个家了。谢母忍不住插嘴，他怎么能这样？就因为我们去旅游了一趟，至于这么记仇吗？王阿姨冷冷地看了谢母一眼。她差点死在产房里，而她的丈夫和公婆在海边度假。你们觉得她还有什么理由回来？谢岩不敢看王阿姨的眼睛，内疚和羞愧充斥着她的全身。她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她的具体住址。王阿姨摇摇头，但她让我转交给你这个。说着，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谢岩颤抖着接过信封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叠法律文件，离婚协议书，上面清晰地写明傅运要求分割财产，并获得女儿的抚养权。他还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吗？谢岩艰难地问道。王阿姨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她说，她会给孩子讲，他的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，所以不能陪在他身边，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看他。这句话像一把利剑，直接刺穿了谢岩的心脏。他突然明白，傅运给了他一个台阶下，让他在孩子心中保留一个还算体面的形象。王阿姨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了最后一句话，孩子叫谢念，是那位林先生取的名字，念念不忘的念。说完，他轻轻带上门，留下谢岩一家在震惊和后悔中沉默。深夜，谢岩独自坐在婴儿房里，盯着空荡荡的婴儿床，墙上贴着可爱的卡通贴纸，角落里堆放着各种玩具。这本应该是一个充满欢笑的地方，但现在却如同一座无人的坟墓。谢父谢母早已回到自己家中，临走前，谢母还在念叨，小运这孩子太任性了，结了婚生了孩子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，而且还找别的男人帮忙。
成何体统？谢岩没有反驳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妈，够了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对母亲说话。谢母惊讶地闭上了嘴。现在独处的时刻，谢岩终于可以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感受。他拿起手机，再次拨打傅韵的号码，依然是无人接听。他尝试发短信：“韵儿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，但我还是想说，我错了，请给我一个面对面道歉的机会。我想见见我们的女儿。”信息发出后，他静静地等待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第二天一早，谢岩开始了寻找傅韵的旅程。他去了医院，希望能从医疗记录中找到线索。他去了傅韵曾经工作的公司，但被告知他已经辞职。他甚至尝试联系傅韵的几个朋友，但都得到了模糊的回应。似乎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月里，傅韵已经彻底从他的世界中抽离。1周后的下午，当谢岩疲惫地回到家中时，发现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拿着公文包。“请问您是谢岩先生吗？”男子礼貌地问道。谢岩点点头：“您是？我是傅韵女士的律师，这是她委托我送来的最终离婚协议。”律师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：“傅女士，考虑到您的情况，条件已经放宽了许多。”谢岩接过文件，粗略浏览了一下，确实，与之前的协议相比，财产分割更加公平，甚至偏向于他。唯一没有改变的是，傅韵坚持要求女儿的抚养权。“我能见见她吗？”谢岩恳求道，“哪怕只有一面。”律师摇摇头：“傅女士现在不想见您，不过她说，如果您签署了协议，她不会阻止您探视孩子。”谢岩握紧了手中的文件：“那个姓林的，他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”律师的表情变得严肃：“谢先生，我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，但我可以告诉您，林先生对傅女士和孩子照顾得很好。关于他们的关系，我想这已经不再是您关心的事情了。”谢岩苦笑了一下，明白了律师的言外之意。他最后问道：“孩子还好吗？”律师的表情稍微柔和了些：“谢念很健康，也很可爱。傅女士是个好母亲。”听到女儿的名字，谢岩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“谢念，念念不忘。您需要多久考虑这份协议？”律师问道。谢岩深吸一口气：“不用考虑了，我现在就签。”律师有些惊讶，但还是取出了笔。谢岩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感觉像是在签署一份投降书，一份对自己过错的认罪书。还有一件事，谢岩签完字后说道：“请转告傅韵，我会按时支付抚养费，金额将比协议中规定的高1倍。这不是施舍，而是我应尽的责任。另外，这套房子我不会住了，如果他需要，可以搬回来。”律师点点头：“我会转达您的意思。”送走律师后，谢岩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他拿起手机，拨通了父母的电话，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。“你疯了吗？”谢母在电话那头尖叫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？他不过是耍小性子。”“妈，够了。”谢岩的声音异常平静：“我犯了错，必须承担后果。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说话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谢母的声音变得危险：“意思是，如果你们不尊重我的决定，不尊重傅韵，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到此为止。”谢岩斩钉截铁地说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谢岩像机器人一样生活。他去上班，回家，然后独自一人面对空荡荡的房子。他尝试联系傅韵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应。唯一的安慰是，
律师每月都会发来女儿的照片和近况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谢岩收到一条短信：周六上午10点，市中心公园南门。如果你想见女儿，可以来。看到这条消息，谢岩的心跳加速，他反复确认发信人确实是傅运的号码。周六还有3天，但他已经开始紧张的准备，买了各种婴儿玩具和衣服，甚至请教同事如何与婴儿相处。周六那天，谢岩提前1小时就到了公园南门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他看到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傅运推着婴儿车，身旁跟着一个高大的男子，想必就是那位林先生。谢岩深吸一口气，迎了上去。3个月不见，傅运消瘦了许多，但气色还算不错。他的表情平静，看不出特别的情绪。谢谢你愿意让我见孩子。谢岩率先开口，声音中充满了感激。傅运点点头，将婴儿车推到谢岩面前。这是念念，你的女儿。谢岩望向婴儿车中的小生命，一个3个多月大的女婴正安详地睡着，小脸粉嫩，眉眼间隐约有傅运的影子。她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不敢触碰。你可以抱抱她，傅运说，声音中没有温度，但也没有怨恨。谢岩小心翼翼地将女儿抱起，感受着这个小生命的重量和温度。女婴被惊动，睁开了眼睛，但没有哭闹，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面孔。她很乖，谢岩轻声说，眼泪不知不觉滑落。林子识趣地走开一段距离，给他们留出空间。傅运坐在旁边的长椅上，沉默地看着这一幕。谢岩终于开口，我很抱歉，运儿，我知道道歉无法弥补我的过错，但我还是要说对不起。傅运静静地看着他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产房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，护士以为我疯了，因为我一直喊着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。谢岩低下头，无言以对。我本来以为孩子出生后一切都会有转机，傅运继续说道，但当我醒来，看到的不是你，而是林子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，什么是责任。谢岩抬起头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不会为自己辩解，我只想知道，你们现在过得好吗？傅运的表情柔和了一些。念念很健康，我也在慢慢恢复。林子帮我找了新工作，我们住的地方还不错。你们在一起了？谢岩艰难地问出这个问题。傅运没有直接回答。林子对我们很好，念念也喜欢他。至于未来会怎样，我现在还不确定，但我知道，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愿意陪伴我、保护我的人。谢岩点点头，轻轻亲吻了女儿的额头，然后小心地将她放回婴儿车。我会按时支付抚养费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谢谢。傅运简短的回应，然后站起身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以后还能见他吗？谢岩急忙问道。傅运点点头，可以。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，就在这个公园。念念需要知道，他有一个父亲。谢岩感激的点头，目送傅运推着婴儿车离开。林子在后面跟着，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既照顾着前方的母女，又不显得太过亲密。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谢岩突然明白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